搿搭有得红星美凯龙了喏。哇，搿搭辣只商场。搿搭闹忙了，新城区啊之类的。哦，搿搭就是爱琴海购物公园，应该阿拉还快到了吧？大家好，今年夏天来昆明避暑的我们，在市区住了一段时间，要搬去市区以南的新城了。为此，我们提前在网上租了一部车，作为接下来的交通工具。不过，在去民宿之前，我们先到滇池度假区转了一圈。滇池是昆明的标志性景点，也是云南的第一大湖。当我们登上昆明的西山，俯瞰着高原明珠时，湖光山色，景色确实很壮丽。而我们同时也发现，这一片区域虽然少了份老城区的烟火气，但大环境看上去很不错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就要在附近的民宿体验一下新城的生活了。我们就在这个广场里边啊，我以为是公寓楼嘞。一个商是两用。师傅，我就问一下，我是 C 栋的话，我地下车库能直接到 C 栋吗？对，C1、C2都是达到。就这里边对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在地下车库去找我们的住处，是在 C2是吧？对。C2座吗？对 ，C2。就这里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这种大的那个开大。它这个是商住两用楼嘛？密码正确。哎呀哈，到了。再开一下灯啊。哎，这个和我们那个好像哦。是的。也是门口一个沙发，这里一个大床。哦，这家也提供了餐具呢，老公。哎，还多了一个冰箱，嘿嘿。如果我们自己做饭，就坐在这里吃。外边的一个阳台很大嘛。其实它这里离滇池还蛮近的嘞，老公。真的，西山和滇池都能看到。这间房间的优点呢，就是阳台大，但是新旧呢，我觉得还是我们之前那一间新一点，也干净。哎，好像是啊，对。这里嘛，因为它生意挺好的，借的多了，不过总体来说还算蛮宽敞的。地方蛮大。对，这里是洗手间，这个洗衣机，待会儿试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我们来昆明租的第二套民宿，和之前一样，每天的价格控制在200元的预算之内。房子的保养虽然不如第一套好，但房间确实是挺大的，该有的设备也都齐全。在安顿完了住处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去找吃晚饭的地方。我们先去吃饭啊。哎，这里看得到外边的呢。你看这里还有个房间一样。这里房子也是造的密密麻麻的，新城区。房子倒都是新的。你看马路上呀，这么多车。我发觉这里新城区人气还蛮足的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你看下面小区，好像侪住满了。绿化还不错就是买东西、吃东西，可能就没有像老城区那么方便了。我们那个楼下走100-200米就是那个菜场。对呀，现在要出去找一找啦。我们是爱琴海。爱琴海从这边出去上去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去爱琴海。这房子倒蛮好看的，像度假屋。喏，前方呢向右转。爱琴海，很浪漫的地方。哎，这个人家都是去度蜜月的地方，好吧？我们老夫老妻也要度蜜月的。老夫老妻就不能度蜜月了？哇，车好多啊！好多哦，下班的时候呀。房子真的蛮多的，它这幢楼的位置蛮好的，旁边就是商场。到了，10分钟里边走到了。是的，爱琴海购物公园，离我们住处几百米的爱琴海，是上海红星美凯龙旗下的品牌。没想到来新城的第一天，能看到熟悉的环境，还挺亲切的。商场里吃饭的地方不少，我们想就找一家当地的口味吧。外婆家我们今天去外婆家。外婆家，那么就老小孩家了。老小孩到云南来开店了。
你要2位。吃到这边先洗手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还是第一次碰到提醒客人洗手的。先洗手，再来吃饭。自取啊，好玩的。今天让你做一趟服务员啊。里边大概是个消毒柜是吧？对，消毒柜，有点像洗桑拿的感觉，应该很热。我这边用手机扫码点单。扫码点单，好的。那我就给你点个鱼好了啦。好的。雪花鱼呢？外婆雪花鱼是招牌。下午入住前，我们在滇池逛了一圈，这会儿肚子还挺饿的，赶着来吃饭也没有多做功课，就在这家云南餐馆简单的叫了几个菜。咱们的素菜先来了，试试看当地的拌豆苗。我看到花椒了，哈哈，咱们的粑来了。老公，这是云南18块之一哎。粑就2块，有点像我们那个年糕啊。它是用大米做的，说是很糯的，你尝尝看吧。呀，鱼来啦！这条雪花鱼可以吃了，好棒的雪花鱼哦。这个是我们的外婆家小炒肉，够了吧？4个菜。够了。来啊，老公啊，尝一尝云南的雪花鱼。好的。这家店在昆明的生意挺好，主打少油少盐的云南家常菜。云南人爱吃饵块，可咸可甜。之前在老城区吃过了咸味的扒肉饵丝，这次学的当地人的样子，尝尝蘸着甜甜的花生酱吃的饵块。我挺喜欢它软糯又略带嚼劲的口感。总体来说，店里的菜味道都还不错，关键价格也挺实惠。现在已经几点了？8点多了。8点半了。8点多的昆明晚上啊，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。广场上还是蛮热闹的。人多的哦。吃完饭出了商场，已是晚上的8点多。昆明的夏天原本就不热，这时更是凉爽宜人。所以虽然不是周末，这会儿街上的人也不少。老公，这里有个家乐福的呢。我们如果要采购，可以到这里来。老实说，新城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便捷，所以除了第2天去爬了趟西山，之后的日子我们又过起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。那我们在滇池这里借的房子呢，就没有像之前老城区呢那么方便，出门就有个菜场了，所以呢，就是在外边吃的比较多一点，对吧？这2天老公又开始馋了，想吃海鲜了。我们住在新城时，买菜需要走1站路，不过周围有不少吃饭的地方。那么和在老城时每天都自己做饭不同，现在正好外出逛逛，多打打牙祭。对面一条街都是吃的。我们走的这条路叫前府路，我看马路对面好像都是吃的地方。一条街都是吃的，美食城。我们住处附近的前府路好像是一条美食街，特别是到了晚上人气很旺。老公除了吃虾如命，还有一样特别喜欢的就是生蚝。别看昆明是内陆城市，在这里也同样能吃到非常新鲜的生蚝。还有一套2人位留给我们了。然后点下单就可以了，我们这边就可以了。开心了吧？又来吃海鲜了。哎呀，有虾吃就开心。我没想到云南人也挺爱吃海鲜的，生意蛮好的这家店哦，都坐满了。来了，我猜一下好的。好的。哇！哎，好了，你头也要凑进去了。香呀，真的是香。它是这样的，因为它熟了呀。这家店不做炒菜，只做简单烹饪的海鲜，招牌就是喷气生蚝。我想生蚝的来源应该还不错，肉质非常的饱满干净，吃的时候会有师傅现场替你开壳，如果遇到肉质小的也会主动的换掉。
就是1份20个，2个人吃，量有点大，其他的就点不了了。老公的虾来喽！我的葱油虾。哦，这个虾到时候拌面吃。我先吃了。哎呦，吃了。肥肥的。对。开心啦！到云南也来过瘾了。你也吃？我也来一个。是吧？肥肥的吧？它真的比较到火候，不嫩不老。你看这个汁水还是蛮多的，啊，葱油的。海鲜我们还是喜欢原汁原味的，很高兴昆明也有这样清淡的做法。来之前也有过顾虑，不知道西部城市口味是否吃得惯。其实也不必太担心，这里什么口味都有。但前福路周围就有各种吃饭的地方。不过说到云南食物，种类最丰富的还是米线。之前作为早点，我们吃了几个口味，但是云南最有名的过桥米线，这次来昆明以后还没有尝过呢。我查了一下，附近吃过桥米线比较有名的店，在公元1903的广场里面。那么正好顺便也去逛逛。我们住在前卫西路呢，其实这里过来转弯一点点路就到那个1903奥特莱斯了。好看吗？真好看。真好看，这个绿化。公园1903在我们住处以西大概1公里的位置，而再往前一点就是滇池了。它是滇池度假区周围最大的商业广场。那这里就是1903，还是蛮漂亮的，有点像度假风。椰子树。走，我们从这里走进去。它这里外边两边的话是购物的地方。其实奥特莱斯只是1903旁边的一部分，它是一个集文创、娱乐、购物、公园绿化为一体的大型商业体，代表了昆明新城的生活。而标志性的景点是这座水晶的凯旋门，据说是按照巴黎凯旋门1:1的大小建造的。建筑内部是昆明当代的美术馆。哎，老公，这里有一个昆明当代美术馆，你女儿也可以到这里来打工。是的呀，也来实习啊。我们对逛奥特莱斯的兴趣不是很大，就在周围转转。宜人的气候配上优美的环境，不得不说昆明的新城区建设的真漂亮。这条街都是购物的，有点像香榭丽舍大道。有点像的，可以这样一说，因为前面有个凯旋门。这个样子很漂亮哦，是卖鲜花饼的。鲜花饼的，老公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。好的。我也闻到香味了。香了啊。鲜花饼。玫瑰馅的吗？哦，白桃馅的，玫瑰芝士、原味芝士，哎呦，看了有点。名水白饼，玫瑰喜山，松露味的。云南的鲜花饼很出名，相信不少来旅游的朋友都会买一点带回去。而嘉华是做鲜花饼的老牌子了，我们回上海时给家人买的就是嘉华。不过1903里的这家有点特别，是嘉华的精品店，里边的环境很好，楼上还有喝茶的地方。和其他嘉华店相比，这里的点心做得更精致一些，有些品种是别的店里没有的。真的吃出花的味道来了。玫瑰花。他们云南这里花多嘛？是的。是吧？我们稍微买一点啊。反正这里的点心就是买他们当地口味的。对，带有鲜花、腿啊、鲜花呀。还有就是他们这家的招牌蜂蜜的。蜂蜜，对。这里有一个游乐场哦。这里的规模非常大，除了购物以外，还有一个大型的梦幻乐园。刚才说到的美术馆，以及主题书店、影院、超市，甚至还有一座漂亮的小型教堂。很巧的是，那天正好遇到一场婚礼，我们也沾了沾当地人的喜气。哎，新娘子来了，老公。他们在外面迎亲了。在昆明一年四季都适合穿礼服，没有特别热，也没有特别冷的时候。红包看到吗？红包。这个是一样的。他们这里还要给吃糖。吃喜糖。
马上要开始了是吧？对。开始了。好像也是办婚宴的。是吗？好，在3楼呢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都结婚啊？今天是个好日子。这一排都是吃的。这家是茶餐厅，贵气天成，吃贵州菜的。这家应该也蛮好吃的，吃松板肉。广场上吃饭的地方不少，我们想去尝尝当地一家比较有名的过桥米线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门口排队的人好多。今天特为早点过来，没想到还是坐满了。可能要稍等一会儿啊。要等位啊？是的。哦，还有一桌。还有一桌，那很快。哦，他这里有的呢。云南首家熬汤直播，现在都后厨有给你展示出来。他就是说他这个云南米线的锅底是用鸡汤熬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请您用餐。记得上学时家里附近就有一家过桥米线，当时就觉得做法挺新奇的，倒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吃。这次来了以后才发现，原来并不是东西不够好，而是吃过桥米线还是要来云南啊。哦，怎么吃啊？他那个汤还没有来，这个是各种各样的料。一碗正宗的过桥米线做法还是很讲究的。首先要把厚厚的、保温性良好的陶制大碗放入蒸箱内，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取出来放在木质的托盘上，接着依次的放入热油、1大勺的白胡椒，然后倒上刚才看到的用整鸡和筒骨熬制的滚烫的高汤。接下来服务员会迅速的把汤底端到食客的面前，这时吃过桥米线的仪式才算正式开始了。我的先放这个是吧？是的，先放。我给你做一下示范哈。过桥米线发源于云南的蒙自，被称为是一个人的盛宴。那些丰富的食材被切成薄薄的片状，裹上蛋液，从荤到素，依次的放入汤里。据说这做法还有个美丽的传说。古时候，一位贤惠的妻子经常过桥给河对岸读书的丈夫送午饭，她希望丈夫能吃到就像是刚做好的米线口感，因而想出了这个办法。而高汤因为有了热油的覆盖保温，外表看不出丝毫的热气，其实下面的温度相当的高，不一会儿东西就会全熟了。谢谢。可以吃了啊！是吧？一大碗啊！这个以前其实我在上海吃过的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地道考究，放那么多料，是吧？而且这汤一闻就是很鲜很鲜的。尝一口啊！这汤没细。没细。云南很多菜、很多汤都有一点点辣味的，不过过桥米线的味道还是比较清淡的。对，微微有一点辣，好像就是这胡椒粉的辣。哎，鱿鱼。它里边呢有很多种套餐，我们就点了最基本的38块钱的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够了。其实吃过桥米线也主要就是吃它那个汤头。来吃个情怀。我们云南来过了，我们来吃过云南当地的米线了，是吧？爽滑的米线加上新鲜的辅料，再配上浓郁的汤底，这碗地道的云南过桥米线，我们吃得很过瘾。请用餐，C8，请您用餐。哇，都在等位了，这里。都在等位了啊！是的，我们还好来得早。夜幕就要降临，我们觉得周围更热闹了。滇池旅游度假区离市中心不算远，周围的住宅人气也已经很旺，所以平时来这里休闲娱乐的当地人还是挺多的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这里的环境确实很漂亮。我们住在新城区时也经常来逛逛，因为离得很近，有时索性就直接散步过来。要是中午不愿意做午饭了，就在里面买个披萨，简单的吃一点，懒懒的坐一下午也不错。旁边还有我们熟悉的盒马超市，再买点东西带回去，也很方便。傍晚时分的湖边是很美的，每天晚上都有音乐喷泉。
喂喂小鸽子，看着姑娘们在这里跳舞，等着太阳慢慢的落下，感觉昆明的新城区充满了活力。这次来昆明给我们的印象，这里不仅有四季如春的气候，生态环境优美，作为西部省会城市，这里也有现代化的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活。而昆明是中国面向东南亚、南亚的门户城市，希望未来能发展得越来越好。下一站我们要开车到400公里以外的大理，虽然同在云南，但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区，那里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片天地。